是什么样的案件震惊京都，成为热门动画蓦然回首的男主角原型，并让日本漫画家纷纷为其作画，只为寻到凶手？暴力袭击的学生，神秘消失的凶手，目击者的奇特描述，让本案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悬案。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， 搜集奇案悬案，以免错过奇案更新，记得点击小铃铛订阅。片尾彩蛋还有推理谜题，你能解答吗？答案下期公布，记得看到最后哦。现在我就带大家穿越到2007年，故事的开始。日本京都是一个古老而宁静的城市，在这里，历史与现代交织，传统与创新共存。2007年1月15日7点40分，夜幕低垂，京都市左京区的街道上，20岁的京都精华大学漫画部1年级学生千叶大作骑上了自己的自行车，准备从学校回家。路上灯光昏暗，也没有太多的行人。早已经习惯这条路的千叶慢慢骑进那段没有灯的田间小路。7点50分左右，一个居民路过小路时，看到一个奇怪的人影坐在人行道下面的田地里，人影不远处还有一个黑影倒在田地里边。路人有些害怕，于是加速离开了那里。30秒后，不放心的居民还是决定返回小路，确定下刚才的人影。当居民回到那里时，却看到一个人缩在路边，血流满地，看起来像是从田地中奋力爬到了人行道上。这人正是千叶大作。看到有人来时，千叶艰难地说出了请帮我叫救护车。警察赶到时，千叶反复地说着我被陌生人刺伤了。不久之后，千叶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，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。而凶手在不到30秒的时间里神秘地消失了。千叶大作于1987年出生在宫城县仙台市的一个单亲家庭里。他性格温柔开朗，从小喜欢漫画的千叶梦想成为一个漫画家。尽管生活不是很富裕，但他的母亲纯子却一直支持他学习漫画。他于2005年高中毕业，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，千叶一边送报纸存钱，一边练习画画，只为了报考京都精华大学艺术系。这里是日本唯一开设漫画系学科的大学。2006年，他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京都精华大学艺术系。身边的大学同学都说他有温柔的气场，能够让所有人走出阴霾。每个人都喜欢这个立志成为漫画家的淳朴少年。案发1周前，千叶在家乡度过了人生里最后的1周。离开的前一天，他和自己的发小一起玩到很晚，因为第二天就要开学，千叶只能乘坐夜间巴士回到京都。来送别的弟弟哭着传简讯说舍不得他离开。温柔的千叶回复道：我们一起努力吧，加油。谁也想不到，这是他发给家人的最后一条信息。案发当晚，警察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千叶的自行车、背包和手机，钱包依然在背包里，似乎并没有被抢劫的迹象。伤情表明，凶手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追击，最终用刀将他刺伤19刀。致命的攻击显得异常暴力和持久。千叶在被扎中跌倒在田地里，他挣扎着爬回了人行道，并向路人求救。案发现场附近的居民和路人提供了一些线索。据目击者称，在案发前不久，有一名男子与千叶发生了某种接触。这名男子显得十分激动，甚至一边大喊着你这个白痴，一边疯狂地左右摇晃身体。事件发生后，除了最先发现事件的人外，多名邻居也报告说他们在附近看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。根据多名目击者的证词，京都府警察公布了嫌疑人身份的信息：年龄20到30岁，身高170到180公分，鞋码27到28厘米，体型偏瘦。事发时身着黑色套头衫、黑色长裤，可能穿着外国制造的登山鞋。事发时他左右晃动脸部和上半身，大喊笨蛋、白痴，因此有可能养成这样的习惯。当他兴奋的时候，还有目击报告显示他的眼睛会失焦，并且他骑着黑色女子自行车。下图是京都府警察根据目击者证词制作并出版的罪犯画像，现场还留下大量的鞋印，表明凶手在追击千叶时曾在地面上奔跑。
虽然案件发生的地点是一个视野开阔的小道，但凶手却似乎能在短短几分钟内悄无声息地消失。警方曾一度认为案发与交通纠纷有关，因为现场曾出现过一些自行车有关的痕迹。然而在进一步调查中，警方排除了这一假设。千叶并不是那种容易得罪人的人，他的性格开朗、温和，广受同学和老师的喜爱。他并没有与任何人发生过公开的冲突或恩怨，因此案件背后的动机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谜团。另外，凶手作案的方法也极为残忍和过于冷静。在行凶过程中，凶手显然对千叶进行了持续性的追击，甚至在千叶倒地后并未停手，而是继续刺伤受害者，直到他确认千叶即将死亡。案件没有涉及到抢劫或其他物质利益，这也排除了许多可能的犯罪动机。凶手似乎是出于某种个人的极端的情绪而犯案，给破案增加了更多的难度。有专家推测，这起案件的凶手可能是一个精神状态不稳定的人，他可能存在某种冲动控制障碍。与其他类似的暴力案件相比，凶手的作案动机似乎没有明显的逻辑，完全出于极端的情绪爆发。案发后，警方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工作，调查人员深入到附近的居民区，并对 4.5 公里的区域进行了详细的走访。然而，尽管警方收集了大量的信息，案件依然没有任何的突破。令人感到困惑的是，警方曾一度认为嫌疑人可能是住在案发地点附近的居民。凶手骑着一辆家庭自行车出现在案发现场，这辆自行车似乎就属于嫌疑人，而不是租赁的公共自行车。警方曾调查过该地区的所有居民，但并未找到任何能够确认嫌疑人身份的线索。直到2008年，案件的调查进展出现了些许变化。一名目击者表示，他曾看到一名男子蹲在案发现场附近，但他回头查看时，这名男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凶手是否就是这个曾出现在现场的男子？但这个线索也并未为警方提供更多实质性的帮助。2016年5月，岩崎志宏持刀刺伤歌手富田麻友，致其重伤，因谋杀未遂被判处14年零6个月监禁。因为岩崎的特征与千叶案目击者的描述异常相似，此事在京都精华大学成为热门话题。2007年，京都精华大学街头杀人事件发生时，岩崎正在京都府接受园丁培训。此外，当岩崎企图谋杀富田麻友而被捕时，被问及为何携带刀时，他回答说：“这把刀是我的护身符。”警方确信，在袭击富田麻友之前，岩崎就有随身携带匕首的习惯。他们怀疑那天因为愤怒刺伤千叶大作的可能就是岩崎志宏。但岩崎志宏身材高大，肌肉发达，学生时期就致力于柔道，最终因为目击者描述的嫌疑人个子很高，但身材有些瘦弱这个原因，他被取消了嫌疑。千叶大作的家庭深受这起案件的打击。千叶的母亲纯子得知儿子遇害的消息后，几乎陷入了无法承受的悲痛之中。她赶赴京都，但最终未能见到儿子最后一面。纯子曾表示，尽管儿子去世已经多年，但每年的追悼会上，她依然会去京都，继续寻找与案件有关的信息。千叶的母亲从未放弃寻找真相，无论过去多少年，她一直在努力为儿子伸张正义。纯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她不理解大作做了什么，为什么要被杀。这份悲痛和疑问陪伴她度过了17年的漫长岁月，直到今天，她依然在京都寻找线索，希望有一天能看到案件的真相大白。截至2022年，警方共调动了约6万2千名调查人员，收到了约1200条举报信息。为了鼓励更多人提供线索，警方还设立了最高300万日元的特别调查奖励。然而至今，案件依然没有得到解决，凶手的身份也依然没有被确认。对于案件的解答，警方和公众依然充满了期待和疑问。千叶大作的同学和朋友成为漫画家后，也未曾忘记他。他们把千叶的案件画成漫画，呼吁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案件。以电锯人被大家熟知的漫画家藤本树最近推出的高分动画《蓦然回首》中的男主角，作为热爱漫画的漫画家，
最终被暴力事件攻击去世，正是以千叶大作案件作为原型。正如漫画家夏谷胜所说，如果他还活着，他会因为漫画而更加快乐，也会因为漫画而更加痛苦。京都清华大学街头杀人案俨然成为了一宗至今未解的悬案。17年来，案件中的疑点和谜团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答。千叶大作的家人、朋友和同学们依然在等待着真相的揭晓。接下来是上机谜题答案，凶手是 B， 通过鱼竿和阳光模拟了一个凹透镜，在合适的时间和位置加热试管内的化学试剂，引起爆炸。接下来是谜题时间，你能解开谜题吗？一艘日本邮轮行驶在海上，大家都在甲板上看风景。等回到船舱时，很多人发现自己的贵重品被偷了。警员询问了4名嫌疑人，以下是这4人的回答： A. 厨师，我在厨房里切菜，哪也没去过。 B. 技工，我一直在机械室里保养发动机。 C. 保安，我刚在睡觉，听到争吵声就出来了。 D. 船员，我刚刚在挂国旗，国旗挂反了，所以我重新挂了一遍。请问你觉得谁才是那个盗贼？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，答案会在下期视频公布。如果你还想看更多奇案，推荐观看这边的视频，点击小铃铛订阅，以免错过下一个奇案。我是 Loki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